条底。条底会抖咧。Hello， 我是贵州山丘的小饼。今仔阮来一个好所在，今仔来台中北地顺滩水。今仔有啥物活动呢？一个是蔡其昌副院长的记者会，然后他会宣布一下台中北堤接下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。再来是全台湾的港务单位他们会做怎么样的更动。再来就是我们会有进滩的活动，自己的钓场自己维护。哎啦，拢给恁送好啊！几家有鱼竿的哦。大概来了，你钓鱼就好啊，我拢免钓。啊，来中原的。哎，不要了，刚出现了。马面。呀嘞！以后在钓场看到我，赶快打招呼。打完招呼之后，我就会当你的摄影师。洗干净一点，再下去一点，人再下去一点洗，再下去一点，再下去到腰就可以了。你的功力太牛嘞！开心，你有东西可以交差了。我都知道这里一定有东西，你看吧。那哈。台中港北堤是台湾第一个海钓示范区，1年365天都可以做钓，但是北堤它还是有合适做钓的天气跟不合适做钓的天气。这个表是1年12个月的一个评估表，在天候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就算有开放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冬季是台中北堤特别要注意的季节，原因是因为冬季的风浪比较大，像是1385后的排骨洞区块是无污染边界，在排骨洞的区块特别容易潮湿，长苔长水藻就会特别的湿滑，要特别注意在排骨洞这个区块。不要用跳的方式来过排骨洞。如果说你想要跨过排骨洞，最好的方式还是先走回车道，再走到你要的位置做钓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。当你的鞋底咬不住地面的时候，这些湿滑的藻类就爱以滑倒。排骨洞下面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涵洞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在排骨洞跳。不管你在任何的钓场做钓，尽量不要用跳的方式来移动，都会减少产生意外。钓鱼无话讲。没在放鱼哦，也出船，可以吗？哎，那才会偏啊，可是很大哎，哎，这只还偏呢。OK。台中北堤在前一天的时候都会有公告，如果你有想要来北堤，要注意相关的公告。台中北堤的港务公司的规定，2米浪以上含2米浪是不开放的。协会这边的公告会帮你注意说有没有大浪啊、碎波啊、风口浪啊等等之类的。就算是这样子，自己还是要注意，因为有时候变天的时候你来不及撤离，这个都会有一些危险性。尤其是我们在北胸墙做钓的时候，站这么高的位置，它的强风如果又是阵风型的那一种，有可能就会不小心站不稳，不管是往北摔下海面，或者是说往南摔到陆地，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如果说你不清楚有哪一些是有毒的海洋生物，你可以在北堤口看一下北堤有哪一些的鱼种，有哪一些有毒生物，自己做一下功课。不要看到什么鱼就想要去抓，不要看到什么鱼就想要用手去摸，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没有刺，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黏液。例如肥皂鱼，你可能摸过之后再摸你的伤口，你有可能就会被这些有毒物质给影响，然后甚至是毒害。来给哦，钓对哦。红进了啦！啊，这次有真的鱼来了！哦，大片的！哎，哦，看到家，这家看到家。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说北堤这2年？跟未管理之前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最明显应该是道路吧。以前的北堤的道路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道路状况跟以前其实差很多？以前的北堤，你每次开进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提心吊胆。长年累月的这些海水去侵蚀之下，道路状况真的没有很好。以往如果说你开的是小轿车，而且你的车底盘还比较低的时候，在开北堤道路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。有一些朋友甚至不愿意开进北堤来，宁可停在台中港的停车场，然后再换成小布布骑进来。2年前，我们从一开始进来的那个北堤口，一路到堤尾，其实都是很容易积水的。排水不良的状态下面，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车底喷到这些海水。那在协会管理的这2年之下，都已经慢慢的改善了。这2年北堤好像常常在施工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部分路段延续施工，慢慢的铺了新的道路进去。这些新铺的道路，除了加强它的水平，不再有积水问题之外，它还加厚了让新的北堤道路更扎实、更耐用，而且更平稳。所以当我们自己开车进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从北堤口一路开到北堤尾，已经非常少见会有积水的问题。这2年以来，北堤的道路改善的非常多。哦，水哦，有啊，有在钓啊，水哦。哦，水哦。昂泽，哦。
哦，这条水，这条。哪呀？这条水？哎，这条水。这条四号斤吧。今天要请客了。咱规工有鱼了，无白蛋啊。2年前当时就只有堤口有一个厕所而已，基本上你只要上厕所，你就是得驱车开到堤口来上厕所，不然基本上女孩子来北堤是真的很不方便。北堤总共新增了4个厕所，除了原本堤口的厕所它有新盖了一个之外，还陆续增加了第1牌楼、1385、好汉坡、堤尾这4个位置都新增了新的厕所。以小饼这种很喜欢到处乱跑的人来讲，北堤算是目前有在管理的长堤防坐跳区里面唯一一个达全堤5座厕所，非常方便钓鱼人可以上厕所。这也是北堤这2年管理下来有增设的部分。来北堤不用那么辛苦，一定要开车子开到堤口才能上厕所。你有很多厕所的位置可以选择，至少你带家人来，他们有一个安全上厕所的地方。也许我们在1385，也许我们在堤尾的时候还要开着车子把家人接送到堤口，或者是说接送出去梧栖港的厕所，我们可以就近的在这5个地方，你就可以安心的让家人小孩子上厕所。这不是一个很友善的钓场环境吗？你说公脚会咬吗 ？Lucky，Lucky，Lucky，扑击！巴长大了，不错了。咱们的河马斯大大终于开了。台中港北堤在沿路每50公尺会放置一个救生圈，如果有人意外落水的时候，可以及时的使用救生圈。当然，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。也许上午的风浪状况都是 OK， 但是下午迅速的变天，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意外。当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，这些救生圈就很重要。这是管理单位所提供的安全措施，但是安全还是要自己顾好。相关的救生衣、防滑鞋这些都要穿。跳！哦，水噶。厉害呢！厉害！哪会讲话？没有，他在骂。北堤在1385之后，陆陆续续增设了新的楼梯。早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因为北堤要上北胸墙的时候，只有在波湾有一座楼梯，再来就是第1牌楼跟第2牌楼。1385之后，在早期是没有楼梯的。要上1385之后的北胸墙，基本上我们就是从好汉坡或者是从堤尾直接爬上去。如果说你在中段这边的时候，你要怎么上北胸墙？自己带铝梯，或者是使用其他钓客的铝梯。其实现在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。从1385之后，约每100到200公尺左右增设了新的楼梯，不需要再带楼梯，你也不需要再爬墙，你就直接停好车，走几步路，你就可以走到楼梯，然后再走到你要的钓点，这不是很棒吗？当家不理我了，多当家。哦，消防车。哦，因为Lucky不这些啊。嘿，没关系，大家不认识。车祸，尴尬。北堤这2年都有在做一个友善钓鱼的活动，友善钓鱼的钓况回报 APP。当你有钓到不管是什么鱼种，不管大小，做这样子回报的时候，这些相关的学术单位就会得到北堤到底有什么样的鱼种，有什么样的族群，不管是大鱼小鱼，其实都可以慢慢的累积出1月资源的记录。再来就是参加这样子的活动，它会有一些活动奖励，这个部分多去关注一下活动。龙虾会咬就1只，我就满意了。对。好了，我现在不要求有体型有到的就好了。哦，你在抖啊？我的终于在抖了。现在可以。哦，钓鱼。再翻端。北堤打龟高手。那里。哎，还在。现在是不挣扎，太小只。出来。爱钓鱼的这些兄弟姐妹、好朋友，大家早早，大家好，天气真热啦吼，卖话卖讲伤长，主要吼来要甲大家讲几样代志。我们经过了10年的努力，示范区也经营了2年，较早拢讲袂安全，但是是不是管理安全？我想2年的实验结论甲咱讲，只要好好的管理，只要政府的政策来支持配合，北堤示范区就是台湾最成功的钓鱼示范区。第2点。因为这示范成功啊，咱即马唔是要过来讲北堤要安怎？我们台湾四面环海，我们应该用台中港北堤示范区成功的经验，咱来复制伫全台湾。咱来钓鱼虽然吼，你知影我讲钓鱼比实地去钓加足熬的啦吼，但是我嘛知影，台湾四面环海，我们有不同的海象，有不同的钓鱼的景观，有不同的鱼种。所以台湾本来就应该在全台湾适合钓鱼的地方，政府应该好好的来规划，让我们的钓客可以钓鱼游台湾了。所以下一个阶段，北堤2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透过好好的管理，
好好的规划，就像港务公司这样子，全力来支持配合，哪有可能做不起来的？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成功经验，下一个阶段，咱对港务公司开始，港务公司有台中港、有基隆港、有台北港、高雄、花东地区，港务公司会全力来营运，至少在港务公司所辖的土地里面，我们北堤是第一个。接下来我们会在港务公司所辖适合钓鱼的地方，不影响商港运作，不影响渔港运作，港务公司全力来配合支持。所以，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再把北堤成功经验复制出去。那第三件事情也是一个好消息，刚定咧讲，钓鱼是咱足侪好朋友，大家足爱的休闲活动。政府咱对于蔡总统、苏院长一路以来，咱要叫做向海洋致敬，咱来友善，来善用咱的海洋资源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友善钓鱼的环境底下，咱即马所要争取的就是啥？钓鱼免钱啊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港务公司初步规划嘛，甲咱答应啊。有爱什么基本的管理保险，迄当然迄另外港务公司再来规划，但是钓鱼免钱啊。即马港务公司会接手，因来接手整个的这个运维，港务公司来甲大家斗支持。大家经过这2年的实验，那么真成功，港务公司嘛真甲咱支持。所以我们也达成了这个目标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。希望我们在会长帮忙下，我们的台湾钓鱼环境、钓鱼的法规能够跟上国际，这才是我们真正钓鱼要的。台湾身为一个海洋的国家，其实咱应该要善用海洋的资源。海钓只是第一个开始那希望讲咱共同打拼，把台湾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国家。我们的路还很长，还要继续努力。那我们一起来创造更好的环境。台湾钓鱼人大联盟协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办一些活动，不论是友善钓鱼的钓鱼回报、净滩，也为了促进大家参与活动，堤口有做回收，或者是友善钓鱼回报，这一些都可以累积点数，借此去参加协会的一些活动抽奖。最好的垃圾桶就是自己的冰箱，希望大家可以将垃圾整理好，放在你自己的冰箱。你可以在回程的时候，北堤口的协会服务处，它旁边就有一个垃圾集中区，除了回收的垃圾之外，还有一般垃圾都可以放置。所以说，不管你在北堤的任何一个位置做钓，请先将你制造出来的垃圾先放置你的冰桶内。钓鱼活动结束之后，来堤口的位置分类这些垃圾。北堤全场它还是会有垃圾桶，可是因为这些垃圾桶它的位置可能不一定刚好在旁边，所以有一些人的习惯，他也许就是先放在地上。但是北堤有时候风大的时候，这一些东西就会被风给吹下去。那最好的方法其实还是先放置在你自己的冰桶内。如果说你在附近有看到垃圾桶的时候，你再将你冰桶内的这些垃圾放置到垃圾桶内。北堤内不管任何一个区块，尤其是在1385之后，其实风都会比较大，有时候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它可能太轻，也很容易被卷上来。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集中在你自己的冰箱内。做钓结束之后，我们再放置到堤口的垃圾集中区。小饼觉得这样是最棒的处理方式。可以的话，也请大家不要随地放置目前用不到的钓具、SR 袋，或者是说你早餐或者是午餐要吃的这些食物或者是饮料。当你喝完、当你吃完，或者是说当你吃到一半、喝到一半的时候，你还是先放置在你自己的冰箱内，以免到时候风大的时候不小心吹下海。只要习惯了这些动作，都可以减少这些意外而产生的垃圾，让北堤的环境更好，也让我们的海洋环境更好。在这2年，台东北堤的改善，你感受到了吗？这都是台湾钓鱼人大联盟协会以及各方政府单位，像是蔡其昌副院长、地方议员以及这些相关的钓具厂商们，在这2年陆陆续续做的改善部分。你又觉得哪个部分他们做得很好？你又觉得哪一个部分他们做得不够？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台东北堤可以再怎样变得更好。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让协会听到钓鱼人的声音，让协会知道哪个部分做得很好，得到掌声；有哪个部分是需要改善的，也让协会有更多的方向、更多的动力